这一次终于捡到一个大漏。我这一块25年的小号北洋龙，全世界范围内就我这一个，能值1000多万。我看你这个是25年北洋无胶，全世界范围内不至于只有一个吧？想卖上千万的，我也瞅瞅。卖不了上千万，说明你没找对人啊！我这块银元是一个样币，全世界都这一块孤品，所以才价值高嘞。孤品不至于吧？孤品的标准是只有1枚。那据我所知，25年的半月也发行过，但是铸造量确实不多，少不至于说是孤品。1000万的银元啊，它都有它的这个标准，但绝对不会是裸币。而且你这枚25年半月，我看不舒服，这搁哪来的？这个是我昨天跟朋友一块喝酒，酒桌上给他硬赖过来的，相当于没花1分钱，都挣上千万。你这思维逻辑不对，能值上千万，别人不会轻易送给你，这与理不通。再说了，酒桌上大多都是胡侃八侃的，大多数人喝完酒之后都吹牛，能值上千万，你千万可别信。你不能这样看不起我朋友啊！我朋友虽然说爱吹牛，爱喝酒，但是他这块银元确实值钱。咱俩就抛开那朋友这个人不说，单说你这个25年的中原，想卖7、8位数，你首先必须得去入 PCGS 的盒子，咱国内的盒子恐怕都不行。你指望裸币想卖高价，这是万万不行了呀，没有人认可。你这样说的话，显得你都不懂行了。很明显，你是看不起我这个人。幸亏网上有专家识货。首先并没有看不起你，咱们俩沟通了呀，只针对这块银元。至于我是否懂行，咱另外说啊。就单说网上专家识货这个事儿，他们为什么要给你报1000万？完全是看中你啥都不懂，想忽悠你的后续的各种费用。就我只能这样给你解释了。我以前确实是不懂通过昨天上网了解之后，现在我感觉啥都懂了。你就给我看看，你能给我几百万吗？你这一下子从1000万吐露到几百万，这价钱咱都谈几句话，这花了挺快。即使真值上千万的银元，这个定价权完全在你手里，可不是像你这种贱卖。另外我告诉你你这一口可吃不了一个胖子，你这1天的时间想学会认识银元的行情，那就显得你太嫩了。网上给你定义为孤品，这首先是错误了。虽说25年它这个无胶发行量少，但是据我所知它这个存世量还是有的。如果你想轻轻松松买几十个，在我这是没啥问题的。这个是从数量上说的。都知道真正的孤品银元只有奉天鬼谋1两，连寿制双龙币这个存世量它都有好几枚。所以说这个孤品你说出来让人笑话。然后就是裸币的问题，我看你这个银元很不开门，要包浆要压力各方面都没有，除了十几颗银子之外，我个人看也就是几十块钱吧。几十万？几十万我肯定不会卖给你。你这人杀价杀得太猛了你们挣钱不能太容易了你这想开张一次吃30年哎呀，过去有一句话说了，3年不开张，开张吃3年，那都是过去说了捡大漏。现在是资讯时代了，人手一部手机，哪能一下子吃几十年？再说了，你刚才也听错了，这不是几十万，是一个银价几十块钱。几十？对。去球吧，你这越说越离谱，不可能值几十块钱我光昨天鉴定费都不够我昨天给你鉴定费都好几百嘞。你白迷了，人家挣的就是你的鉴定费。你想想，这个银元才值几十块钱，一下子给你几百的鉴定费，这不是入不敷出吗？当你拿着银元去找他们卖1000万的时候到时候说实话，给你要的会更多。好了，我看你实力也不行，早知道你给几十我连叫你看都不叫你。那你再转转。你好。你好，老板，我这里有个东西，我想找你帮我鉴定一下。有一个东西想鉴定一下。对，这个是我们家祖传下来的。祖传下来的。对，祖传。祖传，我看一看也怎么着也得要6位数，来你看一下，这个上面是什么图案的？也6位数。对。看着这个像祥云的图案祥云对，吉祥的图案。这一块，这是一块翡翠你这是在哪弄的呀？这个就是说老人家那一辈传下来的呀，都传了好久了。老人家传下来的？对。是你家祖传的吗？对呀。你今天主要是拿过来想干嘛？
想问你当不当啊？啊，当掉是吧？对，祖传的啊。然后后面这个呢，我们后面看一看。哦，这后面这个这哪是过去的？这后面这个是现代的，你还有标号呢。这个后面是我们后面还去加工了一下，这个好歹加工了几万块呢。对，所以我明白了，等于说这块翡翠是之前家传的是吧？对对对。然后这后边是你为了这个就是体现它的这个高贵，然后又专门做了一下用 K 金做的是吧？对，又后面去重新镶了一下，所以说就是这个工艺就不一样了嘛。哦，也是花了几万了。对。哇塞，3万多啊！3万多。对。哇，你这拿过来想当掉，你想干嘛？买啥？买宝马呀。要买宝马？对呀，中国还买宝马呀。这个东西怎么说呢？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就上6位数呗。6位数？对，也就我觉得不止吧。你这个东西咋说了？我觉得它的这个价值可能好比那个宝马还要高一点吧。这个谁跟你说比宝马还高呢？你找人看过吗？对呀，我找一个专家看过啊。专家说的？对呀，专家说的呀。那这不行，我这个还有鉴定证书哎。那你这个我真拿不了，我觉得吧，也就10来万，已经顶得破天了。你这个怎么好歹也要6位数吧？对呀，就10来万啊。就10来万，总得也要99万，你可以吗？弄不了。这样吧，你拿走，你再让别人给你看看吧。哦，这样子吗？啊，对。你这里不当吗？我这弄不了，太高了，我这受不了。你再转转吧，好吧？哦，好，那行吧，谢谢你啊。没事。这一块黄金疙瘩是我爷爷在河里淘出来的，很多人都叹息这么大一块黄金要发财了，结果以前没有回收黄金的。所以在家里一放就是几十年，正好分家传给自己了。一位30多岁的男子如是说。我拿起这块金疙瘩，直接在计算器上打出回收价。男子看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今天是国庆节第3天，街上人流依然是络绎不绝。早上开门营业，小忙一会。一位30多岁的男子来到店里，神秘地说自己来卖黄金，自己却径直地走到黄金首饰旁边，看完我们的卖价之后，在自己背包里摸了半天，揭开一层又一层的布袋之后，倒出了这块金疙瘩。之所以叫做金疙瘩，是男子给他起的名字，因为这块金疙瘩是爷爷小时候在河里捡的，当时家里人也是稀罕的不得了，一直供奉在家里，想着就是一块天然的沙金块，又苦于金疙瘩太大，奈何当时没有人有实力回收，所以在家里荒芜了几十年。今天总算是拿出来见天日了。我一边听着男子的叙述，一边欣赏着这块金疙瘩，上面密密麻麻的不平整，不像是人工做出来的，但是重量却很轻。如果是真正的黄金，重量肯定要比这个重量沉，所以直接微笑着说：“今天拿过来有何想法？”我是属于那种直接一步到位的问法。男子看看我，伸手让我开价，从他的动作中可以看出，他还是有一种骄傲感的，毕竟这么大一块黄金还是有一定价格的。如果按他说的天然沙金块，或许想象中的价格会更可观，但是我看了一会儿，大概也是可以看出来的，所以不想对他隐瞒什么。毕竟人家来找我卖东西，更多的也是一种信任，所以当时我直接拿出计算器，在上面打出30的回收价。男子看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说果真有那么值钱吗？他这一反问倒是难住我了，30块不能再高了。我这句话一说出口，男子没有了脾气，说自己还以为是30万呢，说我简直欺人太甚，开30块是基于什么？我直接直言不讳地说，这个东西不是黄金，更不是纯天然的沙金块，完完全全就是一块黄铜块，因为比重很轻，颜色看着也有差别，所以开价30。听完这些话，男子哼了一声，转头就走。当时我也是充满了自信，毕竟黄金这个东西咱也是非常精通的，不然也不会轻易开低价，砸了自己的招牌可不是闹着玩的。大家觉得呢？哇，这是啥呀？这爆的？来看一下，老板啊，我准备用这个换个大泵啊。准备换大泵？对，用它。对，这在哪弄的？这个祖传的。祖传的。对。葡萄架也是祖传的吗？对，都是。你看这个一套的。对。多少年了？应该有上百年了吧。上百年了。嗯。这个也是塑料也是吗？对，这都是。这个应该后面加上去的吧？哦，这个我说木头是这个后面加上去。我说这这看着像新的这个。对。哈哈，点缀啊！这是一串大葡萄啊，这是。对。
这葡萄挺大的，这是你知道这是啥不知道？翡翠呀，翡翠。对呀，料子很漂亮的，110年的翡翠了。对，这块料确实够大，葡萄看着也栩栩如生。对。要是能揪下来一颗，我觉得就可以换奔驰的。这一颗都可以卖几十万，他们说。一颗卖几十万。对呀。你一辆奔驰车才多少钱？你这换个大奔嘛，100-200万的。一两百万的大奔。对呀。是这样子。这葡萄有点变质了，你看。它这个祖传嘛，你看是祖传300年了，它都是这样的。有翡有翠，是这个意思吧？对。这个东西值钱嘛，换大奔的话，我觉得有点不现实。人家说可以换2部啊，他们说。还换2部？对，别人跟我说可以换2部。谁跟你说的？也是一个鉴定的专家说的。你今天要值200多万。200多万。对。哎呀，你这个把万去了，我觉得上千几千不是几千块，这几千块不行，2-3千块可以。你这开的那不行，那搞不了的。你也搞不了。对，那你搞不了。你看我这个木头都说值几十万，他们说。木头值几十万？你开啥玩笑啊？你这不懂的知道吧？你这不行，我觉得你这木头是新的，这也是新的，你看看，这都是新家伙。不，这木头都是以前这个是加上去的，这木头都可以换个小奔驰了，你知道吧？哎呀，好吧，你再转转吧，你再转吧。我觉得今天这个客户，不知道怎么想的。大家好，最近有很多朋友给我留言，问我戒指该佩戴在哪个手指上，每个手指都代表着什么含义。其实关于佩戴戒指的问题，所涉及的财运、生运、爱情、权利，在每个人的心中理解都不尽相同。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佩戴戒指只是一种装饰，因为我们都爱美，爱美之心人人有之。生活中佩戴戒指确实有一定的讲究，不同的手指佩戴戒指有着不同的含义。如果随便佩戴，有时候真的会闹笑话，戴错了显得就尴尬了。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视频来详细的谈一谈佩戴戒指的讲究吧。首先是大拇指，如果把戒指戴在大拇指上，象征着权力。我们经常看电影，比如汉武帝的扳指、武则天的扳指，他们的佩戴就彰显出来那种君临天下的自信感。生活中，如果你特别自信，可以选择佩戴在大拇指上。如果戒指佩戴在食指上，说明这个人是未婚、单身贵族，渴望被追求的意思。现实生活中，其实有很多结过婚的人都喜欢买个大戒指套在食指上，很容易被人误解，闹成这样的尴尬，都是因为不懂佩戴戒指的缘故。中指佩戴戒指给我们传递的信号就是已经有对象了，或者是已经结婚了，正在恋爱之中，暂时还没有结婚。当然结过婚的朋友赶紧把戒指从中指换位置吧。具体要换到哪个手指上，当然是无名指。把戒指佩戴在无名指上，就证明你是已婚人士。把戒指佩戴在小拇指上，给大家传递的信号就是单身或者是不婚人士，信号很强烈，就是我是单身，但是我暂时还不想处对象。请大家一定要知晓佩戴戒指在每个手指上的含义。我相信看完视频，您是不是已经心中有数了呢？今天我们就简单的说到这里，喜欢老汉大哥视频的朋友记得加一下关注，有什么关于首饰方面不懂想知道的朋友发私信或者是在屏幕的下方留言。老汉兄弟的店铺呢已经开业了，在视频的下方点击了解更多，进入店铺直接购买。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再见。一位男子神神秘秘地来到店里，说自己天天睡不着，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自己家有一个家传的姻缘。自从上次打开网页查询之后，7位数的估价弹出来之后，自己每天都没精打采的，总是想象着卖那么多钱该怎么花。今天果断地拿出来变卖。听到我报出的回收价后，气的男子立刻二话不说，转身就往外走。今天下午的时候，店里也是冷冷清清，没有一个人。我正坐在那里发呆，一位30来岁的男子高兴地来到店里，只见他手插在兜里，进门就说自己来卖家传的姻缘，问我有没有实力回收。听完他说这样的话，我也是非常好奇他拿的到底是什么。在经过里3层外3层的包裹，
我终于看到了这块光绪银元，上面清晰的写着奉天省造，癸卯库平1两，背面是一条非常精细的盘龙，上面还带英文字母。说实话，这块银元我平时也只是在电视上看过，现实生活中倒真的没见过。开始向他打听银元的来历，男子看我看得十分入神，开始小声地说这个银元是自己家传下来的，具体多少年了自己也不知道，家里人告诉自己很值钱，自己倒也没怎么在意，还是上次出于好奇，拿着这块银元在网上随意一查询，里面弹出来7位数的数额，让自己惊愕不已，还说自己因为这块银元，现在感觉自己的生活都发生变化，每天都在想看看怎么变现，以至于现在睡觉都失眠了。所以今天路过我们店门口，专门趁下午人少来询价，如果合适就准备卖给我了。我一边听着一边继续仔细看银元，竟然发现这块银元是银子的。虽说这块银元是银的，重量放在秤上1两37克的重量也对，但是它却没有一丁点包浆，所以当时听完他的话，再看看银元，当时我不自觉地笑了起来。男子看到这里问我是咋回事，我说没什么，这块银元我最多开200的回收价。男子好像听错似的，又回问了你确定200？我直接拿出钱让他看了看，确实不能再高了。没想到男子却气坏了，脸变得瞬间通红，直接二话不说夺过银元，转身就快步走出店外。说实话，看到男子这样的反应，我当时直接愣了一下，感觉自己太直白了，肯定是伤了男子的自尊心。毕竟这块银元现存怎么着也就1块，而他的这块属于真银假币罢了。大家觉得呢？你来看看，已经2个月房租没交了，今天打扫卫生时看到的，我这一抱还挺沉的，应该是走得急忘这里的东西，看看能卖多少钱吧。一位30多岁的男子说着，我接过东西，咚咚咚地敲了几下，在计算器上打出回收价。男子看后笑开了花，说这下心里平衡了很多。今天下午的时候，接到一个客户的电话，急忙赶到他的门面房。男子说有一样东西，请我们看看。跟着他来到一间满是灰尘的房间，男子从里间抱出来一样东西，很明显的就是一个不小的摆件，说今天打扫卫生时发现的，看看能卖多少钱吧。我接过男子递来的摆件，还以为很重呢，抱起来说实话确实很轻，敲击在上面里面就是空的，外面是刷了一层油漆，看上去应该是树脂的东西，毕竟东西有那么大，当初买的时候估计也是花不少钱呢。看着面前的这个摆件，就是不知道男子有何想法。男子开始说自己就是一个房东，这间门面房租给了别人，已经有几个月没交钱了，这几天打电话也没有人接，所以一生气就私自打开了门，里面已经很久没有人用了，地上桌子上都是乱七八糟的，一抬头就看见柜子上有一个这，看着挺漂亮，应该能值点钱。听着男子让我来估价的理由，说实话，当时我微笑着说，这个东西肯定和你的房租没法比。首先，它不是过去的东西，听材质应该是树脂合成之类的，仔细检查也没有破损的痕迹，完全就是一个精致的摆件，看上去还不错。我一五一十的把看到的说了出来。男子本来刚才还是生气的，被我这样一说，立刻心情好了起来，说本身房客就是欠自己的房租，走了也不说一声，现在打电话也没有人接，这个东西肯定是遗忘的。说着说着就问我能卖多少钱，我在计算器上打出100的参考价。男子看后笑开了花，说值点钱也不错。其实通过来鉴定这个摆件，我发现有时候人的满足感其实非常的简单。当然，这个摆件虽说不是过去的东西，但是买的时候也是挺值钱的。走的时候，男子非要我们拿走，还是被我拒绝了，因为毕竟不是自己的东西，大老远的跑过来鉴定一下，足够诚意了。大家觉得呢？你好，哎，你好，东西拿来了吧？拿来看，这个罐子，搁哪弄来的？这罐子是，俺奶不是不在了吗？也都是说他的房子给他扒房子，然后给他，都那洗蜡子嘞，然后什么拆块洗蜡子嘞，然后搬个这罐子。然后俺都不懂是啥，然后不是你比较懂行在行吗？这拿过来你看看。这过去的老罐子宋瓷。反正啥瓷我也不知道，忘了他给我挖罐子。
在俺门上那几个老年人是吧，年龄大嘞，他看看他这个罐子还不简单嘞，说这是手写上去的这字儿。那这都是以前都是手写上去的，那你要考出来了。你要说这话，可能老年人也懂一点啊。你看那这罐子咋说？咋说吧，给家里用过了啊，还插不了花，腌不了菜嘞。啊。你要感觉要是弄到的话，你要洗完的话，那你都收着吧。洗完的话，你都弄到。哎，我都出手了。都出手了。哎，这个东西，你看，虽然是过去的东西，你看，说实话有点精了。这都放时间长了，这不用给咱的话，谁非得谁碰着了，我都说不敢放了。要真是个真东西的话，那你放到真烂了，那不真可以了吗？那这个东西咋说？哎，那是的，那你说这不假。给你拿个1-2千文。1-2千文。啊。2千文，那你虽说要说一个破罐，那贵也不便宜了。但是要真是真东西的话，这有点也不太高。那这个东西咋说啊？我这说实话高了要不起啊。那你能不能再添点？高了不管要。一个罐子，说实话，能放到现在，能出这个价格，已经很高了。自我感觉都已经很高了。跟你说句实话，我一听这价格，我感觉也不低了。是吧？本来我这个东西都没有想过这个顶，你能顶个几千个没有想过。是吧？也都是说一个罐子，你上街上买个大罐子才多少钱，是不是？那对。但是俺这都不懂行，那你这一说，这东西还真是个真东西呢，你看这家。切，啥真东西假东西，反正过去的东西呗都是。反正搁家也没用了，你拿着吧。可以。哎呀，美女，哎呀，今天拿的是个大货。对呀，你这个帮我看一下，我想换点东西。想换什么？我想换一对手镯，再换2个戒指。换点耳环、项链这样的。你想换一套黄金首饰？哎呀，第一次我见有那么豪横的顾客，很多人都是过来买，你过来换。我想问一下，你这金砖在哪弄啊？这上个月上个月剪的，剪的之后，我刚好看到你的视频，说可以换，那我就拿过来换。我明白了，你之前给我发过信息，是你是吧？没错，就是我。哎呀，你这在哪捡的？你这运气那么好，能捡一块假金砖？没办法，人长漂亮。假的。你扯淡。我扯淡，不是真的就是假的。你看，你这你看，轻得很。真金砖1000克，我一称，我这称立马就趴盘，我这称打不到1000克，你知道吧？你这顶多有500克。你要不能换就算了，我拿到别的地方去换。你拿到别的地方去换，估计别人把你轰出来。你可拉倒吧！我刚刚去那里，人家都叫我卖给他，我没卖。刚才有人叫你卖给他？对啊。卖多少钱？那我能告诉你吗？这个你也不能告诉我，可能别人给你10块钱，你可能就要卖了是吧？你这开玩笑。那不能那不能，那不止。不止，这个我跟你说啊，美女，这个你捡的是假的，你想一想，真的谁会丢，谁会掉？你是不是？是不是？你这是假的，一看颜色都不对，你看这颜色发浅，而且重量也不对。我跟你说，顶多有500-600克。他这是1000克的2斤的，那就1斤的东西，对不对？你还上其他地方看了？行，我不跟你说了，我不跟你扯了要不那吧，你再转转好吧？你再上其他地方看看。哎，啥东西拿出来看看呗？戒指戒指，钻戒都收了前2年买的那时候前几年买的。现在我都放了，然后1克拉，当时买的时候贵，买的时候是6万块钱买的。6万。是的，1克拉 PT950，这是属于8斤的，铂金现在便宜啊，铂金1克的话，现在才100块钱，100多，但是买的时候你主要是这个钻石贵，是的，1克拉的钻石，咋说呢？这个钻戒你也知道，它损耗太大，它属于奢侈品。是的，就是急用钱，要不我都不换呢。戴上还小了，这2年吃胖了。对啊，你戴上小了，那你现在变现的话，你会很吃亏，因为你买的时候确实贵，因为这个钻戒它是属于奢侈品，买的时候贵，你要是想变现卖掉的话，说实话都是贬值太低。现在都像这1克拉的，最多能给你拿到差不多5-6千块钱。5-6千，我买那时候5-6万可。那是6万，现在5-6千。因为他错了太多来着。
那你没办法，它钻石不都这吗？对吧？钻石就这样。你也不是说那钻石管保质是吧？保质呢，那变得太厉害了呢。那你保质是因为啥呢？因为第一个它不够大，第二个呢，它这个钻石呢，你也知道，它是属于奢侈品，买的时候它水分比较高，知道吧？所以说最多也都5、6千块钱。那不能，那错的太多。高了，说实话，你这也卖不了，对不对？那错的太多。那你现在这个东西咋说呢？本身都是这，它不是黄金，你买6万的黄金，说不定现在还升值了嘞，对不对？但是你买了钻石，咱都没法说了。那我再考虑吧，太多了，错的太多了。那你没办法，现在本身钻石都是这，买着贵，卖着它本身都便宜，谁也没办法。上次我记得很清楚，一位40多岁的男子抱来一块黑乎乎的银砖，进门就说：“快点来帮我看看这块东西是真是假。”我一看这正是，立刻问他在哪里弄来的东西。没想到男子说这块银砖是朋友家祖传的，都快100多年了。我一听到这里，真的是忍不住笑了起来。那天我一个人在店里，一位40多岁男子急急慌慌的抱来了一块黑乎乎的银砖，进门就喊我看看真假。我顺势把银砖接过来放到地上，这是一块看上去黑乎乎的银砖，从它的氧化程度可以看出，在家里应该是放有1年半载了。上面银砖有打印的印戳，还有一行阿拉伯数字。我看着面前的银砖，立刻就问他要干什么。原来这块银砖是朋友的，而且据听说是他家里祖传100多年的东西。其实他的话还没有说完，我当即就忍不住笑了起来。开什么玩笑？过去哪有这样的银砖？我指着上面的印戳，再让他看看15278的重量，说这个绝对是现代的东西。翻到银砖的一个角，已经看到有明显的压痕。男子说这个是在家没事检验的痕迹，因为银子太厚，所以自己不确定真假。原来这才是他此行的目的。我说这块银砖是现代的，从压过的地方可以看出是真的银子，而且还是雪花银。尽管我这样说着，男子还是质疑会不会是假的。说到这里，男子嫌弃地说为什么那么黑？看到这样的颜色，自己心里没底。我直接微笑着说黑就对了，黑是银子正常的氧化现象，除了不是祖传的，其他一切都没有问题。男子当着我的面挠挠头，还是纠结于银砖是过去祖传的。我直接毫不掩饰的纠正，如果搬着银砖出去说是祖传的，肯定让别人笑掉大牙。最后来做一下总结，像这个样子的银砖，一般都是工厂大批量的用料，一般我们个人接触到的很少，很多人都是生平第一次见。尤其是像这样黑了的东西，总感觉是过去的。其实上面的黑色代表的只是氧化的现象，恰恰这个黑色说明它是纯银的。下次再听到别人说他们是祖传的，你就可以直接站出来打假了。大家觉得呢？大家好，最近很多朋友给我留言，平时我们佩戴吊坠的时候，为什么都是男戴观音，女戴佛？这个观点到底有什么样的说法？今天我们一起通过视频来和大家说一说男戴观音，女戴佛的原因。我们中国传统的文化都注重谐音，观音的谐音是官印，自然要和当官发财、封侯挂印联系到一起。佛的谐音是福，女子有福，一个家庭才能美满和谐。男戴观音，女戴佛的意思就是男戴观印，女戴福。这个说法是我们传统民间通过这个男戴观音，女戴佛所传达的一个美好向往。而现实生活中，我们佩戴观音和佛像完全是一种信仰的寄托。观音自古以来就是真善美的化身，男人佩戴观音可以减少自身的暴力，给人一种慈善的好感，而女人佩戴佛像是希望生活中少一些烦恼是非，多一份宽容和理解，像佛法一样心胸宽广，自然豁达。男戴观音，女戴佛，也是希望自己拥有一份信仰的力量。当然，更多人对男戴观音，女戴佛的理解是，观音是女性，佛是男性，
就应该男戴观音，女戴佛。我觉得无论是观音还是佛，都是一份信仰和装饰的象征，自己喜欢怎么戴就怎么戴。好，今天我们就简单的说到这里。喜欢老汉大哥视频的朋友，记得加一下关注。有什么关于首饰方面不懂想知道的朋友，发私信或者是在屏幕的下方留言。感谢您的收看，再见。啥东西啊？拿出来看看呗。那你看一下，这俺爸去出去给路上咋捡个戒指，说给俺姊妹俩两个分了嘞，但是我也不知道真假，你看。这个真的拖着有点重，这等一会儿给恁姊妹俩了。给恁姊妹俩这咋分？我要换个手镯。我想换个项链。换手镯换项链，这换不了啊，这只能换一个。换一个，那我换手镯吧，你别换了，你有手镯了。我有手镯，我要项链嘞，我想换项链。我老大嘞。我换个手镯吧，要不然给他换个细项链装细的。换个细的，剩下的给你。剩下的给我换个手镯。你大样小，你咋管你这样我不愿意。你得那公平的都这样公平的给他分吗？公平的分，我给恁那吧，我给恁按一个公平的方法分，都是把这个戒指称下重量，然后变现，这变了现都好分了，除以2。变现不中，不变现，那都要黄金。恁不变现。不变现的话，这个平均分这咋分嘞？对不对？小朋友，来你看看，你要不要啊？俺要。他也要。这个你不变现的话，你平均分没法分啊。这就中间结吧。变现太亏了。那你变现你先亏。那现在只有烧化，那你不烧化这没法平均分。那不能烧化，烧化了俺都不知道恁给俺弄的是不是俺东西了，俺都这样分。就这样分。那你这样分我没法分啊。这咋没法分？你干生意的你不懂吗？干称不懂了吗？称从中间分。这分了也不一定一叶子下去都分均匀啊。那你再给俺分均匀，那你看着办。你这事儿不好办。咋不好办？还不让破坏，还不让烧化。破坏了俺害怕不是俺的这东西了。恁给个看出来啥了？那当然不愿意这方法。那等一会儿恁这问题我解决不了，恁俩本身都有争执，这个东西再分的不均匀了，我感觉有点为难，恁还拿着找别人分吧。上次有一个提纯公司的员工，拿着工厂提纯的金砖来变现，说自己的老板半年没发工资了。他当天拿的是一个2节的金砖，来到店里的时候，我问他欠你半年的工资，而一块金砖却30多万，这个工资和金砖价值没法成正比，我们没办法回收。有人说我们做生意太呆板，有时候我们也很无奈。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天，那个女的从她的背包里拿出2节的金砖，也就是图片上的这个金砖。她说她是黄金提纯工厂的员工，老板已经半年多没发工资了。这一次她拿着金砖来变现，这个金砖是1公斤的，拿那么大的东西来变现，咱也不能含糊，急忙问她老板欠你多少钱。她说半年的工资。听到这里，我有听的是驴头对不上马嘴。大家都知道，在工厂上班，即使工资再高，1个月也不会过万，半年的工资也就是6万左右。这一块金砖基本上相当于是30多万的现金，仔细算下来，能顶他3年的工资了。这有点是在开玩笑，我觉得这其中必有问题，绝对不能给他变现。既然在工作中发现问题，咱们就要解决问题。我说你的金砖我们不能要，这个提纯厂的员工依然是不依不饶。他说为什么不能要？难道是我的金砖有问题吗？我说你的金砖绝对没问题，既然你们是提纯厂的，这个金砖提纯的含量就像上面写的一样，4个9一点问题都没有，只是老板欠你半年的工资，和这个金砖的价值成不了正比。咱明人不说暗话，既然老板半年没有发你工资，而这一块金砖又能卖30多万，为什么老板不亲自卖掉，把工资发给你们？女子振振有词说，我们的员工太多，有些还正在工作，他们没时间出来，所以我作为代表就把这个金砖给拿过来了。听他这样一说，好像是有点道理，显得他们特别忙。最后我还是坚持了我自己的原则，即使你说的理由再好，我还是坚决不能要来路不明的东西。大家可以算一笔账，他的一块金砖是1000克，我按大盘价每克压低4到5元，转手就能赚到4000到5000。说实话，做生意还是踏实一点好。我宁愿今天只挣1吨面条钱，也不愿意收购这样的东西。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来处理这件事呢？老板，我这4进医院看，全是银元吗？全是银元。这孩子急用2万块钱，我这10银元叫你看看能不能卖2万块钱。哦，我先给你拿过来一块，你先瞅瞅，中不中？40斤的话，那肯定不止2万啊。咦，那你先给我看看吧，订的越多越好。越多越好。这都是在哪弄的呀？这是俺老太爷留下来的，俺老太爷以前是大地主。过去那抓的大地主。对，俺那一抓，俺那一片的大地主。哦。那确实不少。你这我一个一个的给你看吧。可以。这个银元啊，有时候不在于多，在于精。像你拿过来的这几十斤啊，不一定非得卖完，知道吧？咦，那你说意思还怪值钱不卖完？就拿你这块北洋龙来说吧，说实话，你看这壁面是有点硌手。一般像这种银元啊，就是从那个造币厂出来啊，在市面上没有咋流通。这一看银元壁面，你洗过了。是洗过了吧？洗过了，因为我看到太脏。外面的包浆都洗完了，洗掉了。洗之前黑乎乎的啊。但是啊，这带有底光，这种底光啊，没有几十年是形不成的。唯一可惜的就是你清洗了。如果啊，你要是不清洗的话，在现有的基础上，它的价钱得乘以2。咦，你的意思越脏越值钱啊？最好在家里边不要去动它。说实话，你这块银元清洗的也算成功。我就用自作多情了，你看。没有上着底板，实话实说。银元能值多少钱啊？得看它是啥版。北洋34年发行了有长尾、短尾、艺术制。之前的版确实也不少。你的这一看，你看这个是短尾，你看它的尾巴，比较短啊，这是一块短尾龙。短尾龙啊，要比这个普通的长尾龙发型的少很多。而龙阳啊，最主要是看它的龙鳞。你看龙鳞从上到下，从头到尾，说实话没有一丝的这个磨损。像这种状态啊，就得上万了。咦，这一块吗？对啊。那我这40斤那不是花财了吗？这个东西啊，咋说？来看，接着看吧。你这40斤，刚才都说了，不需要拿出来玩。你再看你这字面这一块，属于全字口、全深大，满纹也都在。而且前字这个地方少一横，属于凸金版。凸金版啊，只有在短尾里边存在。又是短尾又是凸金，状态又是称的好。像这种板中版啊，这都得1万以上了。像你说那深奥的知识，俺都不懂，你知道吧？俺光看它是个龙，啥凸金版啥不版，俺都不知道。俺都想知道它到底能值多少钱。所以说啊，你这同样的银元再拿出来一块，就能解开你的燃眉之急了。咦，那你说这2块解决问题了吗？还有一块，你瞅瞅这个的，这个我没敢清洗，你看没有？这个是原汁原味的原生态，这个是大青玄山。这一块说实话，在银元里边只有龙阳才能大几率的卖钱，而你这一块和北洋龙一样，属于龙阳3剑客。他们是目前这个银元里边最紧俏的银元。玩银元啊，如果说不玩这2类，就说明它是一个小白。行内经常说，袁大头是基础，3剑客是座上宾，所以这个大青玄山啊，就每个人都特别喜欢，只要玩银元。你的这块大青属于传世宝浆，传世宝浆就是壁面宝浆不多，这说明这样的银元啊经常把玩。宝浆的品种属于目前大家都喜欢的类型，有些人喜欢味道币啊，有些人喜欢白币，所以这个传世宝浆介于味道币和这个白币之间。你看它这一块尾巴啊已经出匀，眼皮双眼皮，包括这个银子这些出头啊，这就是典型的深版。其实这个大青玄山啊，最主要的是看它的花枝。你看你这个花枝看起来特别舒服，而且全龙鳞、全字口，壁面没有流通痕迹，底板能给到 A6以上。目前市场价也在1万以上，完全没问题。咦，这2块都搞定了吗？2块都搞定了，所以说你这2块银元，那我这40斤不是多掂回来了吗？对啊，所以说你这2块就完全没问题啊。剩下来你就不用卖了。我肯定不卖了，你看你也不用看啊。对，那就直接咋弄？咋弄？这个出了，这都能用钱嘞。出了2万多块钱，对，2万多块钱，轻轻松松的2万多块钱。对呀，行，我给你算上吧。这里面剩的全是这种黑的了。黑的我都洗了这一块。那行，改天你全是黑的。啥时候再需要钱再卖？到时候我再来找你。行，那我给你算上。中。上次一个女子拿来一把铜钱剑，据说这把剑是邻居家里祖传的东西，
上次邻居家改造老宅时发现的，自己老爸花大价钱买回来的。买回来之后，一个心思的感觉很值钱。今天背着老爸特意给我们拿过来，就是想鉴定估价。我在计算机上打出回收价，女子顿时激动地说：“能值那么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上次我记得很清楚，一位20多岁的女子来到店里，手里抱来一样什么东西，外面用报纸包裹的严严实实。进门就问我们是否鉴定老古董。她这话一说出来，我就看出来里面装的应该是老东西，示意她打开看看是什么。等拆开报纸，就看到了这把铜钱剑。我托起她拿来的铜钱剑，托在手里有10来斤重，上面全部都是用宋代的铜钱穿出来的。宋钱大部分都是氧化的，模糊不清。剑把这里用的都是有残缺的铜钱，红色的绳子穿在剑上特别的显眼。拿到铜钱剑之后，就开始问来历。原来女子拿来的铜钱剑是前几年邻居家改造老宅发现的，当时自己的老爸花钱买下来了，最近在网上找了一个专家看了，据说是真正过去的老东西，能值几百万的样子。陆陆续续给他们鉴定费、包装费，差不多几万块了。自己总感觉老爸被骗了，所以背着老爸来鉴定估价。听完女子的讲述，我也是深深的替她吸了一口气，说这把铜钱剑用的是过去的铜钱，你看上面有一半字迹都不是太清楚了。即使清楚的宋钱，它在过去的发行量就像美元一样，存世量实在是太大了。我干脆直接拿出计算机，在上面打出几百块的回收价。女子一直听着我说的话，再看到我打出的数额，顿时激动地说：“能值那么多？”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说是几百块而已，可不是几百万。女子揉了揉眼镜，说自己多想了，立刻说自己老爸已经花了好几万了呀，那些钱不是打水漂了。我看着她语重心长地说：“这把铜钱剑上面的钱是老的，上面的绳子是现代人编出来的，值几百块纯属就是工费而已。你要替你老爸及时止损，劝他不要执迷不悟。如果他再不听你的话，我建议直接找地方给他卖了，断了他的这些念想。”女子听完若有所思的样子，拿着铜钱剑走了。直到现在也不知道他爸明白过来没有。大家觉得呢？哟，就这一盘子这个手镯吗？哦，多没还少吗？不少了。那不少了呀，30-40只了啊！你知道这东西搁哪弄的知不知道？是搁哪弄的？那儿我去收泡烂去了啊，出现一个老头吃多饱哦，他叫我来啊，他来说宝来过来往哪来？他说你看我给你收拾厂里给你打肉一层，干有10来年了，他又沾那铜，他说你看这些东西搁这时间长了它也不生锈，他说你看那你买多少了？我多少钱呢？多少钱？他说你能给我300块钱不能？我一看，也怪新，那怪漂亮，对。这上面不是何止是新，你看上面还有标牌嘞。他顶上标牌啥东西都有啊，对。估计他弄错了咋的？我这那成那吧？我是中300到300吧，我看里头软乎的。对。我怀疑它是金，有含量有金的没有？是金的没有金？你今天来了目的都是让我给你鉴定是不是金？哎，你看这有标牌啥东西软乎，它要是铜它横，这家是软乎的，对，还沉。对，这个东西啊，它都是黄金的。真黄金的吗？对呀，还有就是你怀疑它是不是太薄，不是黄金，是不是？我是的啊，这给个纸啊，你看，不是给个纸啊，300块钱收的，300块钱收的，乖，这家伙他是当铜卖给我的，他可不是金子的。哎，你这一算账，我跟你说，可是能当了，你这家伙20多万这一盘子，你算算，你论可买那都20多万，那你这要真买20多万，那可真我真发财了，你说呢？那你发财了，你这买房买车，天天下馆子买新衣服，完全没问题啊，这。对不对？走到人生的巅峰了，这回那达到人生巅峰了。到时候我再买个房管得个首付啊。那你管。要是买车管得个大本。可以，那你这个东西还是你的，我只是给你看看。我都叫你看看。我这不管要，我这确定不要。那你不要算了，东西还是我的。那中，那你先收起来吧，好吧？好。啥东西？拿出来看看呗。这个鱼啊，是。叫你鉴定一下，这看是真的是假的？真的假的是吧？哎呀，这你搁哪弄的？这是以前俺那老家盖房子，给地下挖出来的。盖房子挖出来了？
啊，挖出来放着是吧？哎，对。这多少年了？这管有80年。80年。啊。这看着颜色不对啊，颜色看着不对。这咋个不对了？这是祖传嘞。祖传都是，祖传你不一定都是真的呀，对不对？是不是？祖传不一定都是真的呀。这我感觉不对。这都叫你鉴定的看，管值多少钱？这个东西，我看着它不像银那样，这可不是银那样。这不是银的，不是银的嘞。也不是黄金。这个东西你要说挖地挖出来了，感觉有点不信。这应该是现在的仿的高仿。这都画黑了，给地卖来的。这先不说它黑不黑的问题，这个不是银的，知道吧？银的不是这样颜色，颜色不对。反正这个东西咋说呢？反正不是真，看着不真点。你就是再放80年，它也不是真的。这凭啥不是真的？这我叫好多人都看过了啊，人家好多人都想要，到你这咋都不是真的嘞？你可别蒙我。我蒙你图啥嘞？我得有个图啊，对不对？真的，我拿走这多好嘞，对不对？这不真，你说我把它说成个真的，不是害你呢吗？哎，不是戳你吗？是不是这里？这我叫好多人都看，人家都说这是真的。好些人看了，好些人是谁啊？那邻居，亲戚，都不是专业的。叫他们都看了。那关键是他不是专业的，你叫他看有啥用啊？对不对？你得找专业人士看，是不是？这给你鉴定了，确定不真。你得找专业人，你别让邻居看，你让邻居看，他想要，是不是？他还不知道啥是真假，对吧？你拿着吧。哎，你实在不中，你再找个人看看，怎么着？哎，这个是我在垃圾堆里捡到的，你看看能值多少钱？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现在确实是着急用钱，随便给一点我就卖了。一位20多岁的男子可怜巴巴地说着，把一块翡翠玉牌递给了我，我直接给他10块钱。男子高兴得不得了，边走边向我表示感谢。前些天的时候，我们店里人来人往挺忙的，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来到店里，进门就说自己好几天没吃饭了，现在饿得不行。我抬头看上去，他不过20多岁的样子，穿的还算比较斯文，白色的衬衣，黑色裤子。就在我们聊天的时候，他突然间递给我一块翡翠玉牌。我接过男子递来的这块翡翠玉牌，是一个摆件的形状，上面是有翡有翠，整体看上去特别通透，底座少了一个东西。这个没有猜错的话，应该就是一个小型的摆件，只不过少了一个衬托的底座。我拿着这块翡翠，当时也是爱不释手，就是不知道男子准备干什么。男子还是刚才那几句话，自己已经好久没吃饭了，就在街口垃圾桶里拾破烂，一个不留神发现了这块翡翠，用清水冲洗干净之后，发现还很漂亮。当时自己就叹息，皇天不负有心人，面对这块东西就一口气跑到我们店里，说无论如何今天也要吃顿饱饭。听着男子的说辞，我直接夸赞他的运气挺好的，这样的一块翡翠就是眯着眼随便卖，那也是好几百块的东西。男子听到这里显得特别开心，一个劲的迫不及待就要卖给我。说实话，面对这捡到的东西，我们的回收原则就是不予回收。男子失望的拿着东西正准备离开，我直接说，你不是好几天没吃饭了吗？直接递给他10块钱，说这完全可以填饱肚子了。男子直接感动的把翡翠塞给了我，我说这个东西你还是拿走吧，收不回收就不回收。男子直接把10块钱给了我，说你不要我的东西，我也不能要你的钱。我说这10块钱是给你吃饭的。其实出门在外，可能谁都有遇到困难的时候，像他穿的那么干净，虽然我原则上不回收他的东西，但是情理上还是该帮就帮的。我把话说得很清楚，男子拿着10块钱还是走了。不管是不是真的没吃饭，但是东西确定是不能要。但是这个力所能及的忙，我是帮定了。大家觉得呢？你看着它像一个竹篮，但是它不是一般的料。这个是我爷爷的爷爷精工细琢出来的东西，差不多有100多年了，一直在我家里传承着。最近确实缺点钱，才舍得拿出来呢。一位70多岁的老人说着，
我在计算器上打出回收价，老人家直接生气了，说你的钱镶金边了吗？都说过去的师傅是精工巧匠，只要他认真造东西，都是比现在机器做出来的还漂亮。我今天就遇见这样一件东西。下午的时候，一位70多岁的老人走进店里，喊我出门来看样东西，神神秘秘的从提兜里找出来一个小竹篮，说来帮我看看能卖几个吧。我接过老人递来的竹篮，第一感觉就是重量很沉，分明就不是竹子做成的。再仔细看，竹篮并没有间隙，原来竟然是一块石头。还真别说，这样的竹篮第一次见。小巧的身板算是一个小稀罕，因为它本身体积很小，里面又不能盛东西，所以冒不丁的拿出来一个这，不知道老人意欲何为。老人家首先和我打起了哑谜，说这个竹篮你猜是谁做的？这话问的直接让我接不上话。老人喜眯眯的说是自己爷爷年轻时的手艺，别的不说，自己爷爷以前就是靠手艺活吃饭，基本上都是给别人做，真正送给家人的东西少之又少，所以能传承下来的只此一件。我大概明白了老人的意思，就是说自己的竹篮是祖传下来的，有一定的年月了，好像是100多拿了吧。因为最近家里着急用钱，所以才舍得拿出来变现。说到我们个人放的这些稀罕物，确实是急用钱才想起来卖。一直听着他把变现的意思表达出来，说实话我也是一个实在人，没有太多的弯弯绕绕，直接拿出计算器打出30的数字。老人看后刚才还笑眯眯的，直接脸一下子耷拉下来了，说就给30块呀，你的钱难道镶金边了吗？我这个要比黄金值钱，你难道没听说过黄金有价玉无价吗？满满的为竹篮打抱不平。其实我并没有否定这个竹篮，只是感觉就是一件纯粹的小摆件而已。至于老人想卖多少，他临走时也说了，说没有一个10万8万的别想从我手里拿走。看着他远走的背影，再看看这个小竹篮，当时我也是简单的摇摇头，不知道老人啥时候能如愿以偿的卖掉，祝福他吧。大家觉得呢？快给我看看，俺老爷给我留着1、2斤银元。1、20斤？你说多？咦，好家伙嘞！还真别说，这1、20斤家里边有那么多银元了，还真不多。我跟你说呗，俺老爷最疼我了。你也别一个看看，你拿3块钱看看。先拿3个。对。这啥意思啊？啥意思？考考你的眼力啊！如果这3个你给我价合适了，我这1、2斤都卖给你。哦，知道吗？明白了吧？明白了。你这3块银元啊，3种不同颜色的包浆。实话实说，让人第一眼看了啊，根本就不是一家的东西，而且你这3块银元还是各有千秋。来，我先说这个广东龙阳吧，这是一块大名鼎鼎的广东双龙寿字币，严格的来说是属于石铸币，石铸币根本就没有发行。据大家所知啊，存世量也是很少，1两重量呢也是拍出来3、4千万的天价。咦，真值钱吗？而你这一块是库平72分的。对呀。真币的话，这个不可估量，不能用钱可以来形容。但是你这个材质啊，实在是让人堪忧。你看它的颜色不同于这俩。是的，我看出来了。说实话，这个重量也偏轻，做工显得非常粗糙。这样的银元在我们眼里就是一眼假，用2句话来形容就是。真的确实可以发家致富，你别说假嘞只能供人娱乐消遣，分文不值。你给我说的不是我想要的结果，不满意是吧？肯定不满意。对于这个鉴定结果，那是嘞，你确实不满意，但是咱也不能把假的说成真的。我相信你也是想听到最真实的结果，对吧？那是的，我来找你都叫你给我说实话了嘛。你剩下的这2块材质确实是银的，2块冤大头也是分别不同的版，就拿这个吧，这个完好无损的，这个是3角圆，不同于普通的圆大头，这个1元的圆字这个地方呈3角状，它的背面夹合和普通的大头区别很大。3角圆啊，就看上去它这个夹合很模糊，这是和它过去的版有关。细看的话，1元这2个字都是深大的多，但是你这块边齿实话实说明显不对。过去银元的压力比较大，冲压下来边齿都是不规则的，而现在的机器压力明显不够，所以造成边齿过于规整。这块银元上面有包浆，
可能在那个啥，在那老爷那个手里边啊，应该是有一段时间了。那最少得几十年了。啊，对，你反正这个真银假币吧，属于真银假币。那你说这你看了也不中啊？啥意思啊？你光用眼你看看能中吗？你不得拿放大镜好了给我瞅瞅吗？鉴定银元真假不是说你想象的那么复杂，它是一块银元综合了褒奖、鞭笞、银色，没有长时间的精炼积累，咱不可能在这里胡扯。再看你最后这一块，最后这一块，你看上面明显有一个错字，苏维埃3个字。说到这块银元就比较有争议性了。距今为止，我们行内还没有收到过真正的苏维埃的真币。据传说我说的是传说，当时在川山地区把冤大头上面打上这3个字，其实就是一个戳，基本上有很多都回炉重炼了，所以暂时还没有遇到过那个过去的那个苏维埃戳着大头，基本上都是像你这样的，然后在银元上面打个戳冒充，苏维埃大头。你看你这块大头首先这个颜色，它这个褒奖是黑色的，对，像这种黑色的褒奖一定得小心，因为这样的褒奖可以做上去，拿东西可以把上面的这个褒奖给擦掉，而真正的大老黑褒奖显得更加自然，它的褒奖都入骨了。再看这块银元的做工，称不上高仿，压力不够，内齿偏短，边齿规整，只能算是最简单的真银假币，和你这个3角眼一样，属于现代的真银假币。又是个假的吗？对，那你别给我看了，我也别给你看了，你别躲着吧，躲着吧。啥意思我本来指望这个银元发家致富的，叫你给我一看，没有一个真的。全部都没真的。对呀，我想让俺老爷给我留一笔财富的，咋叫你一看，咋都是不值钱的东西嘞？对这个鉴定结果，说实话，放谁身上谁也不会太满意。对呀，几十斤的银元，你想要搁到，你想你心里啥味儿？那是，反正真的就是真的，假的就假的，咱不能胡扯。拿来，给我。好，你再转转，再找人看看哈。哎呀，今天黄金哥报的这银砖比较多。是啊，你看吧。哎呀，我看看，这大概有多少？你算，你看你说一下吧。1、2、3、4，11、12、12、14、28块对呀。这一个是，这一个是多重啊？哇塞，19000克吗？15公斤。19公斤的吧？这个？15公斤。15公斤的。28块的话，这可是几十万克的，差不多算下来200多万了。差不多。今天拿过来想干嘛？换金条。在我这里换金条。换金条。用银砖换金条。对。那你换金条，差不多也能换6块多。那差不多吧。6块多的金条，你准备拿金条干嘛？我买房子。买房子，在深圳买房子。那你直接拿着金条。拿着银条去买不就行了吗？那这太重了，太重搬不动，太重了，这金条都轻啊，搬金条，关键是我现在没有金条，没有现货。这不假吧？假，怎么会假呢？银子声音，假倒是不假。标签都有标志的啊。那是，对，这样吧，我给你换200万的金条行不行？你让我赚点。那肯定不行啊！你看它多少钱嘛？是不是？值多少钱？多少钱一克？大概我给你简单粗略算一下，可能也就230万不到。对呀，你给我200万肯定不行啊。210也不行。那你这我没法给你换啊，说实话。你这个你算的价格嘛，这是不是都透明的？是啊，你让我赚点呗，给我1万的利润行不行？你看这标签嘛，你看这上面有没？我靠，这重啊，那没有问题。1万的利润行不行？1万不行。哎呀，你赚点就行了。那算了，你还是抱着吧。你还抱着吧，我也嫌累。那行吧，那就这样啊。给1万我就给你换。没办法，是不是？给1万我就给你换了。不行，你还抱着吧。不换算了，我还拉倒。抱着吧。哎呦我的妈！老板，你看我这东西能换多少钱？哇塞，这全部都是银元吗？这搁哪来的，小朋友？这我用我的奥特曼卡片换的。我书包里还有可多的。我一下给你拿过来了。我看你年龄不大呀，你这头脑挺灵活的呀，用摔卡跟那同学换一些银元，人小鬼大，你这聪明的很啊！我也不想换，他非得给我换。你也没办法是吧？哎，这看来你也是无奈之举。既然来到我这儿了，我就先帮你看看，好不好？先帮你数一下数量吧。15， 10， 15。
20、25、30、35、36，你看这数量对不对？正好是36块，他正好给我换走了36张卡，我看看能不能换个正的。这个数量对得上就行。你这就是想拿这些银元给我换一些真钱，这些东西都不是你的东西，我咋给你换？我朋友给我啊，就是我，你看上面写着1元，我想换个真钱。你说的没错，这确实是1元，但是你这个银元啊，在过去是当1元花，你现在说实话放到现在它就不是1块了。我还第一次捡这钱，怪不得我去小卖部买东西都花不掉。这幸亏是你没花掉啊！一般这个东西啊，它是过去的这个流通货币，现在很多人都不认识它，不敢要也很正常。如果你真当1块钱花出去的话，说实话，小朋友，那你就亏大了。你一会儿说花不了，一会儿说很值钱，这到底值不值钱呀？换钱是可以肯定的。我先来给你讲一讲，小朋友，你拿过来的这个银元啊，这都是我们生活当中啊最常见的这个银元，基本上都是一些大头小头，它们的材质啊是银类，每一块的重量是26.8克。在过去啊，它这一块就相当于500块钱来使用，一个人1个月的工资可能也都5、6块吧。一般这个东西啊都是家里边的传家宝，你同学啊肯定是啥都不懂，拿来家里边爷爷奶奶来或者是爸爸妈妈来，你明天上学还把东西给他还回去吧。我给他，我的卡咋弄呀？我的都是限量版的，才30块钱才两个。哦，30块钱才买回来2个限量卡。哦，他一下子拿了你30多张限量卡。哦，这样我明白了，小朋友。你这个东西实话实说太贵重了，因为今天那大人也没跟过来，你这贸贸然的过来给我换钱，我这也没法给你换，我就给你简单的说一下吧，就这随便这里边的哪一块银元，实话实说一块换个700，换个1000都管，这36块银元我管给你换个1万多块钱了呀。我的压岁钱攒了这么多年了，还没攒到1万嘞。你感觉这可值钱是不是？对。这你同学拿了他爸妈了也非常值钱啊！这样吧，小朋友，我拿个手机给你爸妈打电话，这个东西嘞，叫你爸妈过来给你保存起来，好不好？明天到学校你还还给你同学，然后顺便把那36张限量卡给你同学要过来。明天我感觉那同学爸妈肯定得再奖励你点那个限量卡。真的还是假的呀？你可别忽悠我。我不忽悠你，小朋友，大人说话都是一言九鼎，因为这些东西啊是恁同学他不懂拿过来给你换的，他说不定明天他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知道了，可能回去要找他的事儿，到时候你把这些东西你给别人换钱了咋弄啊？这有好多这个损失都弥补不过来，到时候爸爸妈妈也该找你的事儿了，好不好，小朋友？然后我给你个手机，给爸妈打电话，让他们过来把东西拿走，好不好？好。好，那就先这样说吧。一位女子抱着一颗大白菜来到了我们店里，她说这是她花250块从别人那里淘回来的，因为别人房租合同到期，店铺里很多东西太沉，没办法及时搬走，自己在人海中以250的价格抱回了这颗白菜摆件，第一时间给我们抱了过来。她价格一说出口，我们店里几个人都抢着要和她一起去捡漏呢。上次的时候，一位女子抱着这个白菜摆件，气喘吁吁的来到我们店里。她说她旁边有一间专卖店，因为房租到期和老板闹得不愉快，老板今天就让她把所有的东西清空，因为有些东西太沉了，自己根本没有时间打包处理，所以一时间全部都低价处理，自己挤在人群里淘东西，就抢了一个白菜摆件，第一时间给我们搬了过来。说实话，这个白菜摆件是翡翠的，加上它的底座，如果说在正常情况下，就像这一个摆件，应该是大几千的东西。他说250块淘回来的，虽然说这个数字是傻瓜数，但是太超值了。我们店里的很多人都说，就像这样的摆件，还有没有？有的话，我们一起去搬，有多少要多少，惹得大家一时间都想要。这位女子说人实在是太多了，刚才出来的时候，
很多人都在排着队结账。我看店铺里基本上都快空了，现在去的话肯定没有了。这个摆件给你们抱过来，意思是什么？就是看看能值多少钱。说实话，这摆件大几千的东西，轻轻松松就卖了。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这样子的，而且这个摆件是翡翠的，下边的底座做的也够档次。女子一说价格，感觉到非常合适，毕竟是刚才花250的价格淘回来的，一下子就能赚几千的差价。女子也是高兴坏了，说要早知道能卖这个价格，她肯定会和老板商量，雇佣一些人把她店铺里的东西全部打包，然后再出手。她是这样想的，关键时间也不允许，老板才低价处理的。说这话的意思就是把这个摆件要卖给我们。当然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规则，来路不明的东西我们肯定不能要。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女子领我们到了她说的所谓的低价处理那里。谁曾想到地方一看，原来是一个2元店。刚才老板还正在说我桌子上的白菜摆件，谁给我抱走了？原来是这位女子。那么重的一个白菜摆件，这位女子搬来搬去搬了2趟，结果是她买东西搬错了。通过这件事之后，我更加坚定，便宜的东西绝对不能要，大家觉得呢？我手里拿的这2条潘多拉的手链，是一位20多岁的女子拿来的。据她说，这2条手链是在国外买回来的，当时是花了好多钱，最近自己也是急用钱，所以今天愉快的给我们拿了过来。我在计算机上打出回收价，女子看后表示自己完全不能接受，说第一次听说竟然是这样回收的。今天早上店里顾客不是太多，我们几个人正在打扫卫生，只听见一位女子的说话声，转身看到20多岁的女子已经来到店里，微笑着问我们是否回收奢侈品。我客气地走到她面前，她指了指手腕上的潘多拉手链，说今天就是来卖这个的。边说边取下手链，女子直接又从背包里取出另一个潘多拉手链。我一看是一新一旧，一大一小的2件潘多拉手链，全部都带包装盒和购买的票据。我直接放到秤上一称，64.96克重。我攥在手里，看着他们的原厂标识，看着这2件潘多拉手链，我好奇地打探她的想法。原来女子的这2条潘多拉手链是从国外带回来的，说当时买的时候可不便宜了，2个下来都2000多欧元了，一只已经戴几年了，另外一只就戴过一次。因为自己手里没有了零花钱，原本是不考虑卖他们俩的，想着说如果我们给的价格合适，卖了以后有钱再买呢。听完女子内心真实的想法，我微笑着说，既然买的时候不少花钱，还没有怎么戴就只有卖了，确实是很可惜。随手就把手里塞到了女子手里，但是女子却误解了我的意思，说我这个人怎么这样，连个价钱都没有报，就这样让我走，这也太搞笑了吧。我连忙微笑着说，别误会，看你手链买的那么贵，又穿的那么洋气，感觉给你报出回收价，怕伤害着你。我试探性的安慰着她，女子直接示意我说说看。因为这个时候店里已经来了新顾客，我直接拿起计算机，在上面打出500的数额。女子看到果然不能接受，恶狠狠地看着我，半天了才说真是见识了，说是第一次听说竟然这样回收潘多拉的。说完就转身离开了。站在一旁的大姐等女子走后直接笑了起来，说就你给的价钱，人家不生气才怪呢。我挠了挠头，直接拿出计算机又重新算了一遍，说这账完全没有算错呀。再看这位大姐一直笑眯眯地冲着我笑，我究竟错在哪里了呢？大家觉得呢？我看你的眼里，看你的眼里到底如何？全是音乐啊。你慢一点，这里边有个柜子。好。好，我自己来吧。好，你自己来。看见了。省得咱俩别碰掉了。总共是7块音乐。对。这个柜里看见了。其他的都是普通的大头，这个我也懂，我实话跟你实说。这是原先共和。对。这是在哪弄的？这是我10年前这一个老头家买的，可不是地摊啊。就是我们村的一个本门分文的一个老头，他家里放的。全部加在一起花了6万块钱。6万？对。这能花6万块钱，10年前买这些东西，说明你对音乐还是比较懂的。我对音乐还是比较痴迷，说实话。那是，我这样说，这样看，就是不把音乐拿进来，
这医院确实是一窝火。你看这医院都是一眼开门，对，就看他的包浆都是一眼开门。对，大头都没啥问题。大头是没啥看的，为啥说我一直没有说去，装个像别人说的装个盒子干嘛了？我不喜欢那样的，我喜欢这种老包浆、老味道，然后搁手里可以把玩，喜欢落地，知道吧？实话实说，你这块共和包浆确实是一眼开门。对，在你手里最少得放20年左右了，不然的话，它这包浆形不成。在我手里没有，在我手里只有10年。10年，我知道。在那个老头家很早的时间。对，所以说你看，这块医院只能说是纯医。首先从它这个包浆来说，它这个包浆比较浮。你看这包浆，这都是抠不掉的包浆。这个也抠不掉，这个包浆很自然啊。对啊，包浆是看着不错，但是时间不长，最多20年。你看这种咋说啊？这种包浆反正就是时间比较短，但是不光看便池，我这一看便池，实话实说，纯医，只能说这块医院纯医。不是的，我跟你说一下，因为这个是作为纪念币发行的一种，对不对？它不是流动货币，所以说它用的很少。我还没说其他嘞。你的意思是它的流动痕迹？确实这块医院上面没有啥流动痕迹，有极少的磕，应该是你在医院在一块放在一起有划伤，这都属于正常。但是我说这一块医院纯医，便池纯医，因为咱们玩医院主要是看便池。你这块医院是纯医嘞。这块医院我要不了。要不了。对，这几个大头，说实话，这都是正八经一眼开门，这是没啥问题。不过我这个包浆味道好，味道好归好，就是你这医院是一块买的，对吧？一块买的就对了。这6块大头完全没问题，这是100%开门。就像你这医院啊，我都可以立马给你数钱，因为这都是一眼开门。包括便池啊，包括它的包浆啊，包括隔壁面的压力啊，都没啥问题。这是普普通通的大头，因为我们经常玩。对，100%都看出来了。对。但是你这个实话实说，他们放在一起啊，来你自己比较一下它的便池，你自己看看，它是与众不同的。那肯定了，这是纪念币，做工肯定精细啊，对不对？他10年前我只能说是你买假了。我没有买假，我不相信。你是看吃眼了。我绝对没看吃眼。因为啥嘞？因为你这个，你看这大头给它的包浆还是差一点。这个我再跟你说一遍，这个是作为纪念币，它不流通，所以说放家里放的很少，玩的人少。我知道吧？你不能说它是假的，纯医啊，我只能说纯医。这医院你要是看咋出，你要是一块卖还是分开卖？分开卖不是嘞，这几块我一块。我提前跟你说清楚。这个因为不值钱，这个值钱，我要卖肯定一块卖，我不可能单个卖，知道吧？我卖这不值钱的没啥意义啊，是，对不对？这样吧，你还收起来吧，我这要不了，因为这一块医院我确实要不了。那你要不了了，那你要说要不了的话，不行，抽个时间，到时候我去入个盒，你再要，走吗？好，走，好，那还麻烦你一趟，你看看，好。